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轉型成功的趙麗穎正在遇到新瓶頸。趙麗穎的新劇開播了，目前播出過半，熱度雄踞榜首。好看嗎？搭檔黃曉明，配角陳明昊、耿樂、張唯一，還有已故的朱媛媛，都是叫得出名字的演員。但就是這一張張朝氣蓬勃的面孔，卻讓 Sir 有些奇怪，怎麼看都看不順眼。小成大事，靠幸福到萬家風吹半夏轉型成功的趙麗穎，又搭上主旋律的順風車。小成大事，顧名思義，講述平川縣的第一座現代化城市粵海從0到1的發展故事。趙麗穎飾演的粵海鎮長李秋平，是一個從縣委秘書做起，最終躋身領導班子的基層女幹部，可以說是根正苗紅。這個角色比她以往的所有角色都更耀眼、潔淨，一身正氣。但問題是，紅的密集，亮的矚目了，然後呢？在重複正確的路徑裡，Sir 只看到一個無效內捲的趙麗穎。01小成大事的劇情簡單到沒有贅述的餘地。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遇上了黃曉明飾演的鄭德成，一個是縣委出身，脾氣溫和的理想主義者，一個是衝鋒在一線，手握基層人脈的刺頭。兩人對粵海書記的競爭以鄭德成的當選而告終，但李秋平也沒閒着，領導安排他前往粵海當選鎮長，監督粵海的發展工作。兩人合力建起粵海鎮政府，加上另外幾個人、幾間房，一個大院裡的草台班子，就這麼組成改革開放初期第一顆人心向上的火種。看起來很燃的樣子，但比好評更先來的是爭議。有人說，為了給黃曉明和趙麗穎陪跑，居然安排一個參加工作23年的老幹部在台上緊張到忘詞，可以強調城市建設的必要性。但你讓一幫中國人演的假洋鬼子冷不丁來這裡挑刺，是幾個意思？陳法蓉飾演的港商，更是在沒有進一步研究項目和看到投資回報優勢的情況下，被一個印了自己照片的假選美獎杯感動得眼淚汪汪。80年代的港商都是見過血雨腥風的老江湖，會被這點甜頭收買，的確很正能量。反映的問題也都基於現實出發，比如那個年代的城鄉面貌。但問題是，一切情節都那麼低幼，人畜無害，有時 Sir 甚至感覺在看小品。至於趙麗穎，很抱歉，作為這部劇熱度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，市場期待的重中之重。這一次的趙麗穎浪費了自己。02用一個關鍵詞就能概括趙麗穎在劇裡的演技：公事公辦。不論是在縣委向領導自薦，負責外國友人的迎來送往，甚至是面對民企有為政策這樣傷及成見筋骨的意外，趙麗穎的李秋平臉上永遠是一副鎮定克制的表情，外加45度嘴角向上的證件照笑容，能看出他在很努力地扮演一個基層幹部，維持一副標準的村官做派。這樣的表演有錯嗎？沒錯，公家的戲就用公式化的表演，但該有的私人處理也都被統統抹去了。就拿這場情緒上頭的吵架戲來說，劉薇薇飾演的劉姐，不光是平川縣的幹部，更是李秋平的閨蜜。二人因濱海路的歸屬發生衝突，她的額頭青筋暴露，暗含哽咽。明明說好這條路給縣裡幹部安家用的，怎麼好閨蜜出爾反爾，動自己人的蛋糕，胳膊肘往外拐呢？而對戲的趙麗穎呢，辜負了最好的朋友和一眾幹部信任的她，情緒完全沒有頂上去，只抿了抿嘴，程序化的難受了一下，然後繼續打官腔，讓對方顧全大局。還有這一場，李秋平為了粵海
攔截了男友的爭議性報道，氣走了對方。她問心有愧，只好拼命吃餛飩來發洩。吃是咀嚼，是吞咽，是通過機械的生理行為展現主人公情感的大開大合。比如《天下無賊》裡劉若英那段著名的吃烤鴨戲，眼眶泛紅，眼淚決堤，企圖用食物來堵住無法抑制的悲傷；或是《花樣年華》裡吃雲吞麵吃到味同嚼蠟，痛苦萬分的梁朝偉。而趙麗穎呢？你看不出她內心有多懊惱，只感覺她是真餓了，吃得很香。為了挽尊一下，還加了一句罵自己的台詞，以展現內心的波動。服務員沒聽清，問了一句什麼？趙麗穎抬起頭，眉眼清澈地盯着他，笑着重複了一句：“我是王八蛋。”和前面一樣，你不能說趙麗穎這段演得有多麼抽象，多麼出戲，但就是給人一種小孩衝大人的裝成熟感，充滿了一種故作深沉的刻意。不壞，但也絕對構不成好。就算刪掉，也不影響劇情。但也就是這樣的演技，貫穿了整部《小城大事》。趙麗穎詮釋的李秋萍，不像人，倒像一個大字標語，上面寫滿了五講四美，遵紀守法，明察秋毫。你看不出朋友、親人、愛人或其他個人生活對他的重要性，好像他生來就是為了粵海的建設，時刻準備着為集體付出，認為一切都該為宏大讓步。按理說，這個會說一口流利的法文、有玩樂隊的外國朋友，更是全縣唯一一個大學生的年輕女孩，應該有着獨立甚至與眾不同的思考。可是呢，這些設定絲毫沒有融進她的性格裡，只成為角色在縣委立足、受組織器重的背景板。她像校門口抓紅領巾的三好學生，動不動就給人上課，做思想政治工作。當粵海的其他人都有自己的脾氣、私心和慾望時，只有她追在所有人的屁股後面，苦口婆心地抓工作、催進度，人物板正的，連內心 OS 都像是在上黨課。主旋律是家國大義高過一切沒錯，但問題在於，為什麼改革開放對國家而言那麼有紀念意義？為什麼一批批的獻禮作品都在歌頌這個時期？那是因為這樣猛進而磅礴的發展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花了自己的時間，犧牲了個人的生活，承擔了風險，將全身心投入到建設中去才有的結果。換句話說，是先有個體的掙扎和抉擇，才有了集體的發展。如果犧牲沒有了重量，那麼這個從人變成眾的過程也就少了力道。而趙麗穎的演技就像參考答案一樣，從來以不出錯為標準。她從一開始就成了眾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個人。03，回到開頭那個問題，為什麼說趙麗穎是在無效內卷？平心而論，趙麗穎是很卷的，尤其是這幾年，和很多演員不同，你經常能聽到她不斷進組和殺青的消息。自2024年第20條之後，我們看到了她主演的3部電視劇、3部電影，以及客串或配角出演的1部劇集和1部電影。她也自認為一直在改變，就像前些天她接受雜誌採訪時說的話：“角色上我需要一些變化。”雙引號，看起來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在走。但翻看她近幾年的履歷，你會發現，自第20條後，她的電影事業明顯陷入瓶頸，不管主演還是作配，基本都在5、6分徘徊，讓人懷疑她挑劇本出了問題。電視劇不是古裝瑪麗蘇，就是幾年前拍好的作品，沒有新貨，讓人感覺千篇一律。似乎那個認為自己在不斷挑戰不同角色的趙麗穎，與觀眾嚴厲改變微小的趙麗穎出現了嚴重的偏差。甚至於更狠一點說，趙麗穎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個成績中游的學生，每天起早貪黑，
用盡所有時間、所有方法努力學習，最終考試成績一發，還是60分。為什麼 ？Sir 覺得趙麗穎似乎是困在了另一個舒適區裡，接地氣。這個舒適區看似遼闊，比如第20條《幸福到萬家》和《風吹半夏》裡，她分別飾演被村霸欺負的啞女、振興鄉村的農婦，或是搭上改革春風的女企業家。但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，這些作品裡面的角色都由同一條準繩串起，或是出身底層，或是與底層打交道，都免不了一定的草根氣息。說白了，這些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與趙麗穎人生路徑相吻合，這為她理解、把握角色提供了支點。從此，我下定決心，不再做依附他人的藤蔓，我要拼命生長，長成一棵樹，把鮮花開滿樹冠。但問題是，現實主義不該是舒適區，尤其是對於一個演慣了古偶的演員來說，他需要你快速進步，才能適配這些不同的角色。但顯然，趙麗穎是個只會借光，不會發光的演員，台詞差，五官控制不好，是偶像劇時期就被吐槽的問題。她更加依賴神人神力，比如《幸福到萬家》的鄭曉龍，或第20條的張藝謀，只要天時地利人和，他就有很大的概率能詮釋好角色。但他也注定要走出扔下明星包袱半途就算突破的階段。現實主義的表演沒有固定公式，真正的表演要走到每一個獨特的角色裡去。現實主義的方向的確讓趙麗穎在85花中殺出來，不必重複仙俠古偶，但這條道路是無法躺平的，她需要更多努力。這種努力不是去拍更多的作品，排滿自己的日程就能走穩的，而是需要你更認真地揣摩每一個角色的豐富度，認真提高自己的演技。要知道，當下適合中女的大女主戲越來越少了，適合偶像劇出身又想往現實主義扎根的女演員角色更少，停滯不前，只能讓自己處於一個更被動的局面。但話又說回來，有時候我們也不得不承認，比爛片爛劇更難受的是，爛有時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。對比85花，寄希望於被驗證過的成功再度顯靈，在下降的水位中刻舟求劍，既是趙麗穎的無奈之舉，也是他們的共同困境。Sir 擔憂的不是流量轉型失敗，畢竟如果趙麗穎不演這樣質量的劇，她又能演些什麼呢？當劣質的另外一個選項不再是優質，而是虛無；當機會不是優中選優，而是有的吃就不錯，那麼不論在正確的角色，在奮發的時代，也無法掩藏昂揚的宏大敘事下那股被削得越來越弱的人民心氣。沒得選的趙麗穎跑在第一梯隊，但她的面目卻越來越模糊。她背負着另一群沒有名字的群體，總是一次次躍出水面，奮起一搏，但結局只能是重重的落回原地。